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午夜梦回，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喘不过气。你回想一天，甚至半生，发现自己活成了一个巨大的笑话。你对所有人和颜悦色，换来的却是理所应当的使唤。你把每件事做到极致，功劳却被轻易摘走。你掏心掏肺，却只配在别人庆祝的酒桌下捡拾一些残羹冷炙。你告诉自己，吃亏是福，与人为善，但夜深人静时，那种被世界背叛的孤独，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骗不了人。你不是不够好，你是好的过了头。在这个人情做底、利益为王的世界里，你的善良如果没有长出牙齿，就只能沦为别人饕餮的盛宴。你以为的厚道，正在无声无息地杀死你那本该闪亮的人生。我们总被教育要做个好人，却没人教我们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丛林里做一个能活下来的强人。直到你翻开历史，看到那个叫司马懿的人，他像一面幽深的镜子，照出了千百年来中国式人情世故的所有暗流。他能在权力的绞肉机里活到最后，安享晚年，靠的不是屠龙之术，而是对人性最底层的洞察。今天我们不讲权谋，只讲生存。我将为你拨开历史的迷雾，从司马懿的隐忍与爆发中提炼出3条足以改变你下半生的顶级生存法则。今天的文章很长，但我希望你能一口气读完，因为它不是一碗鸡汤，而是一剂猛药。它会刺痛你，会让你不适，但最终会让你从好人的泥潭中挣扎出来，脱胎换骨。法则1：钝感力。在喧嚣中做一个装糊涂的聪明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看起来总是慢半拍，甚至有点笨拙。别人在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他默不作声。同事间的流言蜚语传到他那里就自动终止。面对无理的指责，他只是笑笑，不辩解，不反驳。你可能在心里暗暗嘲笑他，这人真窝囊。但你没发现的是，当那些锋芒毕露的人一个个被排挤、被穿小鞋时，他却总能稳坐钓鱼台，甚至在关键时刻被委以重任。这就是司马懿智慧的第一个核心：钝感力。所谓钝感力，不是真的迟钝，而是一种选择性的装糊涂，是在看透不说透的清醒中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空间。老张是我们公司的技术骨干，一个典型的老黄牛。他业务能力极强，为人却极其实在。部门里谁有搞不定的技术难题，喊一声张哥，他立马放下手头工作，跑去救火。新人来了，他手把手地带，毫无保留，甚至连行政部门的电脑坏了都习惯性的找他。他以为与人为善总能换来好人缘，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年底评优，那个只会做 PPT 天天围着领导转的小李成了优秀员工，而他那个为部门解决无数难题的老张只得到一句继续努力的口头表扬。更让他寒心的是，当公司决定提拔一个新的技术组长时，领导甚至没有找他谈话，直接任命了小李。理由是小李综合能力强，善于沟通。那天晚上，老张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深夜，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兢兢业业却落得如此下场。他甚至想过辞职，一走了之。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他无意中读到了司马懿的故事：夫处世之道，以及应变之术，岂可偏执一端。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多年的困惑。他开始反思，自己所谓的实在，何尝不是一种愚钝？
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了解决那些琐碎的不属于他的问题上，却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价值的呈现和不可替代性的建立。他开始装糊涂，再有同事找他救火，他会笑着说：哎呀，这个我也不太熟，你先看看文档，或者问问小李，他现在是组长，思路比我开阔。他不再大包大揽，而是把精力聚焦在自己的核心项目上。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行业前沿技术，并悄悄地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架构优化中。半年后，公司一个核心产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性能瓶颈，几波技术团队轮番上阵，都束手无策。就在 CEO 准备拍板，决定花几百万外聘专家时，老张默默地提交了一份长达50页的解决方案。方案里不仅精准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还提供了一套基于新技术的成本极低的优化方案。更重要的是，他在方案的最后附上了一个已经可以运行的 demo， 整个高层都震动了。那一刻，所有人看老张的眼神都变了，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使唤的老好人，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技术专家。后来，老张被破格提拔为公司 CTO， 他没有像小李那样靠 PPT 和关系上位，而是用绝对的实力完成了自己的绝地反击。这个世界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是懂得如何隐藏自己聪明的人。你的才华应该像一把淬火的利剑，平日里藏于剑鞘，养其锋芒，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刻才悍然出鞘，一击必中。法则2：心力在失意时，做一个能忍能等的狠角色。如果说钝感力是保护自己的铠甲，那么心力就是支撑你走过漫长黑夜的核动力。所谓心力，就是在人生低谷时，那份咬着牙活着血也要熬下去的隐忍和定力。司马懿的一生是忍的一生，他忍曹操的猜忌，忍曹爽的羞辱，忍政敌的排挤。他像一头蛰伏的猛兽，在暗无天日的洞穴里默默地舔舐伤口，积蓄力量，等待那个属于他的时机。很多人把忍看作是懦弱，但真正的忍不是退让，而是蓄力，是在实力不足时用时间换空间，用隐忍换生机。阿哲是我见过最有才华的90后之一，他大学毕业后拒绝了所有大厂的 offer， 一头扎进餐饮创业。他做的那个新中式点心品牌，无论是产品创意、口感还是品牌设计，都堪称惊艳。项目一上线就获得了种子轮融资，一度成为本地生活圈的明星项目。阿哲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迅速扩张，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连开3家分店。然而厄运很快降临，疫情的冲击加上盲目扩张导致的现金流断裂，让他的事业瞬间从顶峰跌入谷底。3家门店接连关闭，投资人的指责，员工的遣散，供应商的催债，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不见天日。曾经那个眼神里有光的少年，变得颓废、暴躁，甚至开始酗酒。他想不通，为什么命运如此不公。一天深夜，他醉醺醺地打开电脑，鬼使神差地搜起了历史上最能忍的人，司马懿的名字跳了出来。他读到司马懿忍过3代君王，最终掌控全局的故事，仿佛被一盆冷水从头浇下，瞬间清醒。他意识到，自己所谓的失败，与司马懿经历的那些生死考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自己缺的不是才华，不是机会，
而是在逆境中熬下去的心理。她开始了自己的归西大法，她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清了部分债务，然后她放下了所谓的创始人身段，去了一家连锁餐厅，从后厨帮工做起。所有人都嘲笑她，说她从云端跌落，再也爬不起来了。阿哲不理会，在后厨的1年里，他把一家成熟连锁餐厅的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人员培训体系摸得一清二楚。他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自己曾经最欠缺的内功。1年后，他辞职了。他没有急着东山再起，而是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在城郊租了一个小作坊，重新开始做他的中式点心。这一次，他不做门店，只做线上外卖。他利用之前在后厨学到的成本控制方法，把产品的性价比做到了极致。他又捡起了自己最擅长的品牌营销，通过短视频和社群，精准地抓住了第一批种子用户。雪球越滚越大。3年后，他的品牌以一种全新的、更轻的模式重新占领了市场。他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还获得了比之前大得多的新一轮融资。在庆功宴上，有人问他，这3年是怎么熬过来的？阿哲举起酒杯，平静地说，不是熬，是等风来，也等自己真正长出来。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战争，一城一池的得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活到最后，看到最终的胜利。静能制动，缓能御急。当你身处低谷，不要急，不要慌，把每一次打击都看作是一次渡劫。你所要做的就是忍住痛，积蓄力量，然后等待那个可以一击致命的时机。法则3：破局力。在关系中，做一个敢于翻脸的清醒人。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以和为贵，多个朋友多条路。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些和是以牺牲你的底线为代价的，有些朋友只是你路上的绊脚石。当你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肆无忌惮的资本时，你必须拥有翻脸的勇气。这种翻脸不是市井泼妇式的争吵，而是一种亮明底线的清醒，一种及时止损的智慧。司马懿一生隐忍，但他绝不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当他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时，他比谁都狠。诛杀曹爽，他雷厉风行，没有一丝犹豫。真正的强者懂得低头，更懂得何时抬头。小雅是典型的乖乖女，从小到大，她都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亲戚口中的榜样。她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然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一个他们认为靠谱的男人。她以为顺从就能换来一生的安稳。婚后，她才发现这不过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丈夫大男子主义，把她当保姆使唤，婆婆更是处处刁难，嫌她花钱大手大脚，嫌她不会生儿子。而她的父母每次接到她的哭诉电话，总是一句忍忍吧，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她在这段令人窒息的关系里忍了5年，直到有一天，她因为工作劳累，加上长期情绪压抑，晕倒在了厨房。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自由飞翔的鸟，她突然问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她想起了司马懿的那句话，该出手时就出手。她意识到，自己的忍不仅没有换来尊重，反而让对方变本加厉。她的顺从正在杀死她自己。出院后，她像变了一个人。她第一次当着婆婆的面，把丈夫扔过来的脏袜子扔回了她的脸上。
他第一次在家族聚会上微笑着打断了亲戚们关于女人就该生儿子的陈词滥调，清晰地告诉他们：我的子宫，我做主。他第一次在父母再次劝他忍忍时，平静地挂掉了电话，然后拉黑了他们的号码。所有人都说他疯了，但只有小雅自己知道，他从未如此清醒。他开始为自己而活，他捡起了荒废多年的画笔，报了培训班，他开始健身，开始旅行，开始结交新的朋友。半年后，她向丈夫提出了离婚，净身出户。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她太傻，但小雅却觉得这是她这辈子做的最赚的一笔买卖。她用一套房子买回了后半生的自由和尊严。如今的小雅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插画师，她眼神里的光重新回来了。人心隔肚皮，别太实在，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你的真情要留给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对于那些消耗你、打压你、不尊重你的人，无论他是谁，你都要有翻脸的勇气。这不是绝情，这是自我救赎。从好人到强人，你只需要一次觉醒。写到这里，我想你已经明白，司马懿的智慧不是教你阴谋诡计，而是教你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清醒地活下去。钝感力是你的保护色，让你在看清人性的灰度后，依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心力是你的核动力，让你在身处绝境时有熬下去的底气和等得起的耐心。破局力是你的武器，让你在面对无理的侵犯时有亮剑的勇气和止损的决心。这三种力量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强人的生存法则。我们这一生最怕的不是吃亏，不是失败，而是浑浑噩噩的忙碌一场，到头来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从今天起，试着去做一个不好惹的人，对不值得的人冷一点，对不该管的事慢一点，对触碰你底线的行为狠一点。你可能会失去一些虚假的朋友，但你会赢得真正的尊重。你可能会经历暂时的孤独，但你会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人活到最后，拼的不是谁更善良，而是谁更清醒，谁更能守住自己的节奏和底线。愿你能听懂司马懿，从今天起，带着锋芒，温柔而坚定地走向那本就属于你的辽阔人生。